因为要到美山住一晚。一早出发前到京都站寄放大型行李。京都站非常多置物柜，先将行李箱放置空柜中，再将锁扣往下压，然后到萤幕上确认寄放的柜位与付款。请感应安心码。建议使用 ECO 卡，会方便很多。如果用现金付款，要保留收据以便解锁。从京都站出发，要到原部站转车到日吉站。刚刚在京都车站的便当亭买了早餐。店里模型看起来很棒的炸猪排三明治。食品第一眼印象不太好，柴柴的感觉。3个三明治用的猪排应该是刚好一整片，还是吃吃看才知道优不优。好大一口，真的很硬，跟想象中有落差。调味是还可以。不过猪肉部分又干又柴，不太合我胃口。现在还没有。既然买了，还是乖乖吃完。没多久就到原部站了。要转乘的车就在同一月台待命咯，直接上车转乘即可。好喜欢沿路的日本乡村风光。到日吉站下车。列车继续往丰冈去咯，那边有城崎温泉，城崎温泉也很推荐。车站的纪念章不要忘记了。美山町茅草屋之里音乐堂。另一个是日吉站开业100周年纪念。到车站门口转公车到茅草屋之里，车子就在门口。很方便的，有中文标示，车资每人600日元。出发不久就会往山里前进。今天山中满满的山岚，约50分钟的车程就到茅草屋之里咯。村门口有个古朴的地图，可以大约看一下特点位置。一旁还有注意事项公告。不可以盖垃圾，不可以踩点地。入村的第一站就是这个红色油桶。这个角度是游客们最爱的拍照打卡点。拍完照片往村内前进。入村不远处有个地藏王菩萨。美山町是日本3大合掌村之一。
另外是福岛县的大内宿，与大家最熟知的白川乡合掌村。美山町离京都很近，来京都玩可以顺道安排一下行程。虽然是观光景点，但大部分都还是当地名家，所以来这边旅游还是尽量保持低调，不要打扰当地住户。是吧？路边不少名家的菜园，也有一些平常没见过的作物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很好奇。分岔口也都有地点标示，村子最北端就是这边了，普明寺。今天的雨有点大，如果天气再冷一点就是大雪了。水与鱼的沟盖，美山有良川的溪鱼也很有名。本期待这次能碰到下雪，但气温不够低。但旅行总会有惊喜。像今天满满的山岚也是不常见的景色，也别有一番风味。可以看到茅草屋顶排水效果非常好，斜角非常大，也能有效防止积雪。水沟边发现惊喜，有还未融化完的雪叶。这个搓成圆球打的也很痛吧？很好奇，你看那超级碎的冰块，碎冰，像搓冰嘛？对啊，也很漂亮哎。超冰哎，蛮漂亮的。好冰，好冰。发现很特别的东西。有一点像雨来菇哈，像不像雨来菇？有一点像，很像哦，雨来菇炒蛋非常好吃，很像哦。游客好少，逛起来特别舒服。有从屋檐上掉下来的雪叶，抓一球来玩。会痛吗？这么扎实？村子其实很小，下子就绕了一圈。突然响起整点的音乐，整个村子都能听到音乐声，好梦幻的感觉哦。松木。村子最西边有北道河神社，是个小小的神社，参拜一下。发现地上有沙木的果实，不太一样啊，跟松果有点类似，但又不一样。前面好，
接下来去村子的最东边，村子边边的小山坡上，这里有八幡神社。网络上说，每年10月会举办奉纳祭礼及神鱼巡行。现在没有活动，游客也很少，连神社的贩卖部也是休息状态。江户时代的历史建筑。先到守水社洗手。也参拜一下。在哪来的？真的看得出年代感呢。本社旁边有棵巨大沙木节之山，树干上满满的硬币。怎么这么可爱啊？还有掉在地上的。也是被指定的文化财，在台湾就是所谓的神木了。它也有凉凉耶。肚子饿了，来去觅食。美山町的商店不多，可以用餐的店家也是寥寥无几。村子里面有2家可以用餐 ，Sakaya 披萨咖啡有现烤披萨、咖啡、点心。另外一家是咖啡美卵，虽然有鸡蛋拌饭，但这家偏咖啡厅。我们想吃的餐厅在村子外。回头再看个几眼美山合掌村。雨势渐渐小了，山岚也越发明显，整个村子缭绕在云雾之中。村子旁的农地已经整理好，准备迎接几天后1年1度的雪灯笼活动。餐厅就在村子口马路对面，来这里就是要吃在地的特色美食。稻螺、
点一个这个嘛。这里主要卖荞麦面。对呀、另外，这个荞麦面团汤很少地方能吃到哦。好饿，等不及了。点了一份蔬菜天妇罗荞麦面，经典的豆皮荞麦面。美山在地生产荞麦面团红豆汤。美山这边好山好水，所以能产出品质非常好的荞麦。这次来的时间刚好碰上新年度的荞麦收成，就来感受一下。汤头味道偏淡，更能品尝出荞麦面本身的风味。天妇罗荞麦面一直是日本女生喜欢的品项，搭配荞麦面果然不错吃。好的荞麦面混面粉的比例比较低，甚至有全荞麦粉制成。日本的豆皮咸咸甜甜的，真的很适合搭汤面。再来是第一次吃的荞麦面团红豆汤。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，口感像比较松软的面疙瘩，带淡淡的荞麦风味。这算是日本乡土料理吧。都是好吃的哦。这个好不好吃很看个人喜好了。咸咸的酱菜改变味感，下一口红豆汤会更美味。我个人觉得很好吃就是了。吃饱了还有附带一提，老板很热情哦。食堂旁边有另一个观光地图，这里回忆一下去过哪些地方。我们到上面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哎呦，我们来这里啊。这个地图标示得很清楚呢。发现有纪念章，开心。深知京都美山町亦有纪念。美山町。一年一度雪灯廊宣传海报，过几天我也要来参加。有卖在地荞麦面，美山的新米，这个很特别，是栗饼。马吉也有一些文创商品。手工绘画木质明信片，很漂亮，买一个好了。有加生八桥的红豆铜锣烧，三色团子，不是机器下看起来是假的。鸡蛋糕使用美山土鸡蛋的鸡蛋糕，看起来很好吃。买一个来。买了。也买个栗饼尝鲜。糖果类。这个中心是合掌屋的图样呢。篮子哎。为了篮子买吗？也有工艺品区。毛器最终，自己 DIY 的最终呢，买一个。买这个。美山有名的牛奶咖啡也买一个啦。立阳羹。对啊，就刚才的那个。对啊，羊羹哎。
用地瓜制成的干纳豆，对啊，这是地瓜的第一次看到。丹波有名的黑豆制成的干纳豆，鳟鱼甘露煮窝，那个是鳟鱼啊，还是？这是一种称为天女鱼的鳟鱼。美山也是。美山由良川的鱼群本来就丰富，这算当地特产吧。宝宝。香鱼。爆蛋香鱼甘露煮。有蛋，它都有蛋啊，这就写啊。好想要。记录一下价钱。这一区对我超有吸引力。不知不觉买了不少，心满意足，准备前往今天的住宿点咯。回到公车站，可以看到整个村子与群山。到往日吉站方向这边等车。公车站旁就是由良川，环境保护得很好。雨又开始变大了。搭到车咯，游良川真的很干净呢。搭车不到10分钟，在安挂下车。安挂车站旁有美山休息站可以逛哦。发现复古风电话亭，哇，好好玩哦！是老式的拨盘电话，忍不住要动手玩一下，好令人怀念呢。以前我家电话是这个，小时候是电话。先来游客中心看看，有纪念章，美山休息站一游。这里有暖气与座位可以休息。特别的是，这边有很多展示标本。小熊、跟台湾黑熊一样有个 V 啊。老鹰，超级帅。有倒麻薯的杵可以体验呢。这也太重了一点吧，没办法拿开。纪念品区有卖日本大泥的布偶，当地有良川有野生日本大泥，想要。跟我随身带的脱皮中的手工布偶很像，挑一只好了。很多商品都跟自然景观、动物有关。这个独角仙池铁布偶也很有梗，好像会自己抓住一样，可爱。饰品类，买了。1050円になりますね。开心。游客中心对面是间超市，这里也有不少在地商品。丹波产的香菇，胖胖的很可爱。京都北山的草莓，美山农特产专区。
羊羹吗？美山牛奶羊羹，羊羹，跟羊羹嘛。对， 750。美山牛奶饼干，里面有几个？起司，美山产起司，好硬哦。美山牛奶泡芙，牛奶布丁，起司。酒粕、味增、腌制类，纳豆麻薯，还有稻草包装纳豆。美山在地生产的蒟蒻。美山蒟蒻，哇，好大颗。另外，休息站一定要有的便当也有卖。点心区，麻薯类有分现吃与带回家煮的。各式面包区，柚子小蛋糕，柚子，鲜贝与糖果，单波黑豆鲜贝，黑豆相关食品不少哦。糖制柚子皮，这个很合我们胃口，挑一包。一包啊。酱菜区，这里也有美山西鱼甘露煮。超市逛完出发去今天住宿的旅馆咯。从休息站步行一小段路即可到达。过桥穿过游梁川，前面就是了。本身就是餐厅，另外开设住宿的旅馆。哪里？那个。我们的住宿位置在餐厅隔壁这一栋。很有日本传统旅馆的氛围。浴室跟厕所是共用的，设备都有更新过，很新颖哦。玄关这边可以让旅客活动，有空闲的时候或泡完澡出来，可以坐在这边泡茶聊天滑手机。来去看一下房间。房间不大，有台小小电视。壁橱内可以挂衣物。小叮当睡觉的地方，像哆啦 A 梦。传统旅馆必有的迎宾绿茶与小点，糯麦鲜贝，这个好吃。玩着天就黑了。我们预定的住宿是1泊20，到隔壁的餐厅吃晚餐，真期待。天气超冷，很贴心的给了我们包厢。一进来看到这一桌有点吓到，超大一盘的食材，还有精致小菜。阿嬷亲自服务，满满诚意。先用鸡油润锅，再放入当地的温体地鸡。超新鲜的鸡肉，拌炒一下，加入大量砂糖，再加入酱油继续拌炒。整个香味扑鼻。
然后加入大量蔬菜、粉丝、香菇、水菜、金针菇，最后放入豆腐，超级澎湃。你看我这里，没错，今天晚餐是美山地鸡寿喜烧。慢慢的将蔬菜的水分煮出来后就能吃了。加点一份店家自酿的美酒。干杯！这个美酒好喝耶，这个就是熟成美酒，好像差不多了，美滋滋的一锅。还好吧。很可爱的。听说这是美山产的新米。好，谢谢。开动。鸡肉里面包含各部位与内脏、卵黄。鸡蛋，这是鸡胗。所谓的粉丝先吃吗？偏甜的寿喜锅很对台湾人的口味。这个美山米几乎是我吃过最好吃的。Q 弹饱满，口感软糯，甜味与香气都一流。对了，还有前菜，烤山猪肉，咸香 Q 弹，带卵香与甘露煮，咸甜中带点酸气。麻薯西京烧，也是咸甜味，淡淡米香与味增香，这个超好吃。本地产的豆皮沾芥末酱油吃。寿喜烧经典蘸酱，生鸡蛋搞里头。真好。直接沾着吃。鸡肉非常扎实，肉香十足，裹着蛋液增加了滑顺感。一口鸡肉，一口美山米，真的很爽，真的出乎预料的好吃耶，大推！筷子真的停不下来，还一度担心吃不完，结果还是吃光了呢。一博20的方案真的很划算，影片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住宿价格。最后还有甜点哟，是美山牛奶冰淇淋，在超级温暖的煤气灯房内吃冰，好奢侈的享受，跟美山牛奶一样的风味呢。清爽高雅带淡淡香气的奶味，吃超级饱，感谢招待。今天只有我们家住宿，餐厅跟旅馆都我们包了，真不好意思了，大家辛苦了。准备来去泡汤。应该是。好喜欢传统日式旅馆晚上的氛围。回到房间，床铺果然已经铺好了呢。带大家看一下浴室。放衣服的柜子，洗脸台，再来是浴间，超级大的浴缸。今天我们独享。哇，我们独享。
最后是早餐啦，一样到隔壁的餐厅。那个是餐厅，不可以从这里吗？早上也是只有我们2个人，请我们到包厢。早餐已经准备好咯，即刻就做。先来一杯暖乎乎的茶。盛饭盛饭，最期待的美山米饭，这真的是我吃过的米中排前3。好漂亮啊！很经典的日式早餐，朴实美味。这样子，看，很享受在日本传统旅宿的早餐，紫苏饭，边吃饭边讲一下住宿体验与费用。我们这次1泊20花费台币约5600，还是星期六入住，而且只有我们2个人住宿，用上所有旅馆资源，包括人力与物力，完全没有偷工减料。例如整间餐厅只为我们开火，大澡堂就我们使用。店家这笔生意应该几乎没赚钱了，甚至还有可能赔钱。可以确定的是，入住及餐食感受都非常好，推荐大家可以来感受感受哦。相关资讯我都放在影片说明栏咯。下次有机会带朋友一起来玩。我们的旅程还在继续。